Hello，大家好，欢迎管理员，感谢来到明日方舟周末地的首次前瞻特别节目，我是制作人海猫肉和物，非常感谢所有玩家的耐心和支持，我们也是终于做了充分的准备，为大家呈现了这款全新作品。Hello，大家好，我是关卡设计师 Ra， 或许也该和一些老朋友们说一句好久不见呢。这些年一直在塔维尔努力的打灰啊，现在终于是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了。经过我们精心又漫长的准备周末地的测试招募即将开启，我们将借着本次的前瞻节目，和各位全面分享周末地现在的一些内容展示，以及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一些新消息。那你是否曾经想过失去过往的你，却成为了那个肩负着重建秩序、扭转一切、亲手改写未来的管理员呢？无论你是第一次听说这款游戏，还是早就对它充满好奇，今天我们都会来邀请你一起走进周末地的世界。The end draws closer. Channel encryption completed. Contact code U3 verified. Initiate connection to the channel. This is OMV Dijong. I'll protect Endfield. Let's go, Endman. Pushing forward through the smoke into the chaos still we Endman, your past self left a choice here. truth will be revealed within our core. The memory loss means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Then you should have faith in the Endman. Your fate isn't confined to one path. Unchaining your heart. Pursuant to the Band Accord, the Accoratory shall restore the special authority level of Endfield Industries. The great enemy from a century ago is planning a return. Show them how we strike back! Are you scared? Your grave has been dug! Blossom forth! You gods, formation! Wuling City is a key center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of the Hongshan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city is a home they rebuilt atop a disaster site. The deeper we search, the crueler the truth we find. The scars they left on Valley 4 will take quite a while to heal. If I were a little stronger. We're unsure of how many cards Neferit has in her hand. They won't slow down just to cater your memory loss. Is this what you want? Leave me in the storm. For you know we are a new chance to start. Beyond what we thought was real. Born of ash and fear.管理员，欢迎回到塔维尔，这里有山有水，看似生机勃勃，实则暗流涌动。在表象之下呢，侵蚀正在悄然蔓延，而天使的存在也让整个塔维尔危机四伏。而你，管理员，作为周末地工业的最后底牌，将肩负起指挥战斗和建设的双重责任。无论是带领干员们浴血奋战在四面受敌的丝毫谷地，还是行走于风光秀丽但是与巨灾为邻的武林，你的目标绝对不仅仅是打赢，而更是要重建秩序，更是要让家园重新焕发生机。
而为了能给大家带来更具沉浸感的剧情体验，我们在全面测试中不光几乎重置了所有的剧情、演出和对白动画，还为其他大段剧情呢也额外补充了非常多的表演内容。我们还为一些分支选项做了不同的演出。当你做出不同的选择时呢，故事也会有不同的表演效果。我相信啊，这些全新的演出和动画一定能够让各位管理员更加身临其境，体验塔维尔上的旅程。这里有我在。管理员，其实如果我没有接住你，是不是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哼，我就知道。不过，还是谢谢管理员陪我聊了这么多。过去的几年里呢，我们一直在反复的打磨这款作品。今天呢，终于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面对面的聊一聊，这是一款怎样的游戏，以及它会带给大家怎样的体验。我们会从你是谁开始，带你走进塔维尔这片危机交织的世界，看看独有的全新中世区域武林，再到战斗、工厂系统、地将号、干员、武器，以及还有呢，当然还有全面测试的重磅消息啊！大家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条走向重建与生命的旅程吧。对，那这话都说到这里了，那么我们可得提一提本次测试中可以深入探索的一个全新领域——武林。在迎合全新故事的同时呢，也发生了非常多新的变化。那么周末地中的中国风到底该是怎么样的呢？当我们身边熟悉的东方古典文化与工业、科幻、幻想碰撞，当日常的东西在周末地重新组合之后呢，武林就诞生了。它既带有幻想世界的影子，也在某些地方让人觉得，这里我好像真去过一样。在建筑语言上呢，我们混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尽管大家能够看出那是中国建筑，但它的逻辑已经是现代或是未来的。在设计上也增加了许多现实生活中能够见到的生活细节。我们也希望打破大多数国风作品的常规，尝试将其与科学和工业大胆结合。这种古老与现代的交融，也正是我们想象中的某种东方。走进武林郊外，则是满眼的自然风光，光影、风、雾都经过精心设计，既真实又带着些浪漫的虚幻感。城内外观感的反差设计，诸如城内是人造的、有秩序的，城外是自然的、诗意的观感。这让每个空间都有鲜明主题和明确功能，让探索也充满惊喜。没错，我自己在塔维尔中游览时，不光会遇到美景，还会发现很多新奇事物和值得纪念的瞬间。于是我就想，这要是能留下些什么就好了。因此，我们也加上了拍照功能，既为了让回忆能够被记住，也为了让大家的旅途感、冒险感更加真实。当然了，我们探索的过程中也少不了惊喜与奖励在我们的武林呢，也隐藏着无数等待大家发掘的秘密。当大家找不到这些秘密的时候，也不用慌张，我们的队友可以通过指引让大家知道可能哪些方面是有东西可以探索的。另外呢，我们这次还新增了宝箱探测器，它可以在小地图上帮助大家标注还没有发掘的宝箱的位置，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功能。而当探索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塔维尔还会出现来自于其他管理员的共享设备。使用这种功能可以相互留言，留下快速取货口，甚至可以用好友留下的滑索快速穿越复杂地形。而这种共享设备依赖于管理员之间的相互分享和维护，互帮互助才能实现互利共赢。探索新区域，当然也少不了更多伙伴的加入。对的，这段时间里呢，我们也花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无数次的调优，力求把角色的表现力做得更好。今天呢，我们也把他们请到现场来给各位介绍一下。
其中有一些对于明日方舟玩家也很期待的一些亲切的身影，那些来自罗德岛的朋友，他们也活跃在塔维尔的舞台上。你好，管理员，我是艾尔黛拉，来自罗德岛的地质科研人员，目前在研究超域与地质灾害的关系。我很早就听说过管理员了，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还有，我可以叫您前辈吗？本次加入的艾尔黛拉是来自罗德岛的地质研究专家，对火山地质灾害有着深入研究的同时，也为塔维尔的地质科研提供了重要支持。我们延续并将它在明日方舟中的火山、粉云的元素相结合。艾尔黛拉看似柔弱，实则坚强。她战斗时的风格，在带有很强进攻性的同时，还不失可爱。同时呢，她是一名治疗能力突出的辅助干员，还能召唤多利先生的影子为干员进行治疗，还能通过技能降低敌人的抗性，提高敌人受到的伤害。终于赢了！三十卡特派干员向你报道。忘记说名字了，我的代号是别里，叫我这个就好。第二位是别里，战争王庭遗落在塔维尔的血脉，如今他为了周末地的使命而挥动霜雪与冰刃。不要看别里看着有些怕生和冒失，他战斗起来那可是相当猛啊！别里可以通过战技对普通攻击进行附魔，附加寒冷伤害与附着。在发动连续技和终结技时，他会使用他标志性的冰霜大连攻击敌人，造成巨量伤害。军尉，罗德岛驻外干员兼铁士军军官向你报道，事态紧急，我希望尽快了解你的作战计划，最好就是现在。他是来自罗德岛的战地军官俊尉，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从极北的前线回到周末地，成为了管理员不可多得的助力。相信大家从俊尉的衣着到鞭子武器，再到举止，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延续至周末地的厚重冷峻的气息。俊尉是一名兼具物理输出和肌力恢复能力的先锋干员，他能通过消耗破防层数发挥强大的能力。随我进军！打扰了。报道地点是在这里吗？初次见面，我是阿烈石，爱好是读书，专业技能是可以闭着眼睛凋零，请多指教。这位叫阿烈石的新朋友，曾是开拓区某帮派的首领，现在在与周末地合作的同时，经营着一家灵店。阿烈石是一名拥有辅助能力的先锋干员，他能够迅速冻结处于寒冷附着状态的敌人，也能通过钓鱼来攻击敌人，恢复记忆。有什么？好餐一顿吧。本次还有5位来自周末地工业的 Z7 行动小队成员，他们代表着周末地战斗成员的坚实基础，也会陪伴大家的探索，带去更多的战术变化，丰富各位在不同战斗场景下的选择。从他们的服饰不难看出，他们来自一支训练有素、合作无间的周末地小队。在职业定位和技能机制上，
我们也投入了相当多的心血，做了很长时间的打磨。我们希望他们能真正融入各种队伍，是配多种战术体系的成员。他们就像一块灵活的战术拼图，在你需要时候，总能顶在队伍的所需位置，补上战术循环中的那一环。所以，当你亲自上手实际体验时，一定会发现，他们全都是实打实能用的伙伴，能在很多战斗场合成为你关键且可靠的帮手。是的，所以在全面测试中，我们一口气新增了共计9位不同星级的角色，共计24位不同定位、不同风格的干员陪伴大家的探索。希望这些新老伙伴能够丰富大家的配对选择，给各位带去独特的战斗体验。那说到这儿啊，不得不说啊，我们明日方舟中末地战斗系统的最大特色就是干员们形式各异的连续技了啊。通过正确的策略选择，让不同类型的干员相互配合打出连续技，然后用丰富多彩的战斗方式来击败敌人，这正是我们游戏的核心乐趣所在。而要让这些连续技能真正的发挥威力啊，职业的搭配就至关重要了。针对此前的测试体验和反馈，我们在全面测试中针对职业体系和战斗机制啊都进行了调整。相信调整之后，每位干员都有了更鲜明的定位和节奏，大家也能更加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差异，从而更加自由地搭配出自己的作战风格。为了让战斗系统更加有深度，同时给大家带来更多策略上的变化，我们这次重新设计了有关物理和法术2种异常的底层系统。我们先来说说物理异常，它的效果现在主要分为击飞、倒地、猛击和碎甲这4种。当用击飞或者倒地命中敌人的时候，会不断累积敌人身上的破防层数；而当我们对敌人施加猛击或者碎甲时，则会一次性消耗掉所有的破防层数，根据其层数的数量来触发一个强力的效果。猛击会造成高额的伤害，而碎甲则会让敌人进入物理的易伤状态。听着就很爽啊！那再来说说法术异常，它也分为4种：灼热、电磁、寒冷、自然。对敌人反复施加同种法术效果，则会造成法术爆发，并为其叠加最高至4层的法术附着。而后施加的另一种法术效果呢，则会消耗所有法术附着，产生效果各异的法术异常。根据刚才我们提到的物理和法术的一些效果调整，我们也重新设计了大部分干员的技能效果。具体效果希望大家在游戏中敬请期待。另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就是我们有关闪避的优化现在大家可以在短时间内连续闪避2次了手感用起来其实更顺了。但是其实一定要注意，在连续闪2次之后，会有短暂的一个真空期，没办法再继续闪避了。所以说，大家需要提前做好一些策略上的规划。那要是我闪得刚刚好呢？那就是可以说是赚到了。如果你闪避刚好，这个时候闪掉了敌人的一个攻击，就会触发我们的极限闪避。触发极限闪避以后，可以让消耗的体力更少，还能回复一点点的记忆力。而更加关键的是，就算极限闪避不成功，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在普攻连段中使用了闪避，就都能直接接上之前的普攻段数，而不会再被从头打断、从头再起手了。此外，我们为某些强敌新增了一种叫做失衡节点的东西，在被彻底打到失衡效果之前，如果这个人的失衡值达到了这个节点，也会短暂的踉跄一下。大家在战斗中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来打断敌人的一些动作。在之前的测试中收到反馈，很多敌人的蓄力红圈打断机制其实不够明显。我们现在还增加了比这些红圈蓄力更早的一些预警，方便大家更直观的分辨，更迅速的下判断和操作来应对。那听起来已经很贴心了，对吧？还有一点，我们有一些怪物也增加了部位的概念，在攻击怪物不同的部位时，也会触发不同的效果。打错地方的时候，甚至有可能被怪物的身体弹回来；打中弱点的时候，可以更加猛烈的输出，造成的伤害更高，可千万要注意。然后，不过我们说了这么多然后战斗与怪物上的调整，老朋友们自然也不会缺席。在本次测试中，我们也针对部分角色进行了美术、技能方面的优化调整。比如说莱万汀这次我们几乎是重置了他的技能组合。他的角色定位呢，由术师调整为突击。在团队作战中，只要有能够造成灼热附着的干员和他配合，他就能以强大的群体攻击能力快速扫清敌人。
这些改动啊，都是为了大家在战斗中能够获得更加丰富、更加好的战斗与策略体验。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周末地的战斗是4人小队的即时策略战斗，每次出击都是战术与节奏的规划与博弈，然后大家对干员行动的每个判断都会让战局走向不同。所以说呢，在配对上，光想着带上最强的角色，或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增加了更多4、5星的角色，可以帮助大家更加灵活地进行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以对战大型天使为例，给大家介绍一支以物理能力为主的配对。战斗开场时呢，我们先使用离风的战技尝试使敌人倒地，此时敌人会进入破防和物理脆弱的状态。那刚好，当有敌人被破防时，触发了陈千羽的连携技，可以击飞敌人并再次施加破防。重击物理脆弱的敌人后，刚好又触发了离风的连携技，提供了一次连击效果，可以强化任意一位干员的下一次技能伤害。然后呢，我们使用俊位的战技，造成碎甲效果，进一步提高怪物的异伤效果。这一举动同时还能触发俊位的连携技，恢复一些技力的同时，准备展开下一轮攻势。可以看到，刚刚碎甲消耗了敌人所有层数的破防。此时我们故技重施，释放离风的战技，重新施加物理脆弱，并且同时累积破防层数。对的。到了最后，敌人的破防层数达到4成时，刚好触发了大盘的连携技。大盘能通过猛击消耗破防层数，造成大量伤害，同时最后刚好又触发了俊位的连携技。这次因为消耗了整整4层破防，俊位可以使出最强大版本的连携技，看起来是不是很过瘾呢？那战斗的组合啊，自然不止一种，除了前面那套物理系的配合外，还有更多不同的队伍思路。今天我们再带来一支法术队的配对思路。好的。那开场时呢，我们先接近敌人，然后先手使用杰尔佩塔的战技，把敌人聚拢，最后产生爆炸，施加一层自然附着。与此同时呢，让别里提前为主控的伊冯进行附魔，被附魔后呢，下次重击可以造成额外伤害，并施加寒冷附着。在自然与寒冷附着的双重作用下呢，敌人会全部冻结，而冻结作为一个法术异常，刚好又能触发吉尔佩塔的连携技。此时先不忙着立即释放吉尔佩塔的连携技，我们先对冻结的敌人再次打出重击，这将触发伊冯和艾尔黛拉的连携技。好了，是时候倾泻火力了。我们连续打出3名干员的连携技来对敌人发起猛攻，这时攻击也不要停，我们可以继续让别里进行附魔，并继续对敌人施加寒冷附着。此时伊冯的连携技和别里的附魔分别对敌人施加了2层寒冷附着。这时候我们用伊冯的战技补上1层寒冷附着。此时由于敌人的寒冷附着层数较高，触发了别里的连携技，消耗了他身上所有的附着，并对其造成了成吨的伤害。这一套丝滑小连招是不是很厉害呀？检验一切自然是在真正的战场上。在这次测试中，我们也优化调整了各个 BOSS 的一些战斗体验，而各位 BOSS 也出现了新的招式变化，为管理员带来一些新的挑战。首先登场的是罗丹。与之前的测试相比，我们在不影响大家观察重要信息的程度上，尽力提高了战斗的画面表现力。比如优化了普攻的收集特效，在合理的范围内增加了正屏的效果，让大家在对战时能更有沉浸感。其实我们也不单单优化了罗丹的对战画面，对所有的战斗都做了这样的调整。针对罗丹呢，我们还特别调整了他的某些技能。现在他将不定期打出猛烈的范围攻击，可谓是相当棘手啊。但是面对如此难以躲避的场面，大家如果稍稍转换思路，或许能将最危险的地方转换成最安全的地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白垩借位，与之前的测试相比，我们追加了更丰富的敌人受击动作。在与白垩借位等各类敌人的战斗中，相信各位能得到更加强烈且真实的打击反馈。另外，我们也针对白垩借位的攻击动作进行了许多优化。可以看到，现在的攻击动作幅度更大，节奏更明确，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又诡异多变，完全不给人偷懒机会啊！慢慢摸清他的攻击套路之后呢，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找到合理的时机对他发起进攻。当前我们面临的对手是3位一体。本次测试，我们也优化了许多他的动作和镜头表现。随着锚点降临，是不是已经能感受到那股难以言喻的压迫感了呢？随着2阶段的推进，3
三位一体也会分裂出多个锚点，持续产出伤害，真是一点道理也不讲。而最惊险的部分，莫过于他向各位投下的那一轮轮密集的弹幕了。是与其进行惊心动魄的互动，还是暂时退回继续寻找机会？相信都是大家实战时候值得琢磨的部分。那持续在塔维尔冒险啊，面对危机啊，难免也会有跌打损伤。相信大家在游戏中经常会遇到需要使用药品恢复生命值的情况。那么在世界中获取之外啊，或者合成之外呢，在明日方舟周末地中啊，你甚至可以搭建自己的生产线，源源不断地生产药品。这便是周末地游戏中的一大特色——集成工业系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工厂系统。对。那么在周末地里，集成工业是和战斗并肩的一个核心体验。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有一种在模拟经营里自动化生产的感觉。我喜欢把它叫做自动化种田。对。集成工业啊，它不仅仅是搭建工厂，而是和改造世界、采集建造、冒险呢相辅相成的一个大玩法。我自己就很享受在世界上采集、铺设矿机、自动化采矿的乐趣。那将收集来的资源啊，一点一点换成机器去加工，并最终将它们连在一起，完成全自动化采集、全自动生产的工厂，乐趣是非常十足的。那看着原本要手搓的一些东西啊，被自动源源不断的生产，有一种科技解放双手的快乐，乃至于一觉醒来发现仓库里满满都是材料，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愉悦感。那当然，这些啊是我们管理员辛苦消耗脑细胞换来的劳动成果。对的。话说了这么多啊，相信也有很多不熟悉这一玩法的管理员们，看见开始宣传片中宏大但是意外复杂的工厂系统，哎呀，看着是不是有一点点头晕啊？但是不要怕啊，我们这一次就来为大家一点一点的介绍一下这些内容。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就来到了4号谷地的工业核心区域。从原料开始啊，我们可以给一个步骤需要的合成或者加工的地方都安排一台机器，然后利用传送带从一端自动输入原料，然后从另一端成品就会自动的出来了。那么将每一个步骤都安排好机器，并且帮它们都串联起来，这样一条从原料生产药品的产线就完成了。接下来就可以享受快乐的挂机时刻了啊！那么只要造好了一条产线啊，那么大规模多物品的产线也不会太遥远了。大家不要慌，只要有耐心，一点点来，不要心急，将每一个部品的原料都搭好产线，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你的工厂就会越来越大。最终自动合成出复杂的高级物品也不再是梦。通过不断的解锁科技，建设工厂。最后，我们也能搭建出这样大规模的集成工业产线，自动挖矿，然后循环的采集、种植，全部都能一步步的实现。所以，药品等这些消耗的物资，也能源源不断的从自动化的产线中生产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制造角色穿戴的各种防护装备所用的各种元件，其实也是由工厂产线来自动产出的。听起来是能告别做你的、做完做你的忙碌的局面啊，但也有人可能会这么想：那如此庞大的产线，感觉好复杂啊。那即使是单条产线的搭建，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手啊。对的，虽然说作为这种玩法的老玩家，我对于自己能够一点点思考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享受的啊。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玩家其实想要一个比较好的参考，或者说有便捷的功能能够帮助他去完成工厂的一个搭建。那么我们也听到了诸多管理员的呼声，当然我们在逆向之初时其实计划就要做掉这个不可或缺的功能了，那便是蓝图系统。Manual construction, time-consuming, labor-intensive, and prone to mess-ups. Worry no more. Blueprints are here. Just copy and paste, and you're done.
Chaos be gone. Everything is now under your control. Box select, save, and share with ease. Efficiency, order, control. The Blueprint system delivers it all. 没错，欢迎回来。那刚才的短片啊，简要呈现了蓝图系统带来的效果。现在我们展开多说一些。首先，随着工业研究的推进，你可以逐渐解锁更多的工业技术和设备。每个设备呢，都会有相应的模拟教学。而在完成模拟空间里的教学后呢，你就可以领取到不少通用功能的，或者是能够生产特定产物的系统蓝图图纸。那么有了这些对应的蓝图啊，如果还是不知道如何开始生产的管理员，就可以先借助对应的蓝图，直接进到工厂了，非常的方便。我们因此特意设计了蓝图的预览模式，便于可以大家清楚的看到，在这个蓝图界面上就能看到它的机器类型、传送带以及机器相应的生产物。我们以通用种植生产的蓝图来举个例子啊，通过种植机和采种机两个机器的一个搭配，我们就可以从荞花中获取荞花种子，然后再来种植它，获得荞花，这样不断的一个循环，这样就不用再频繁的手动采集荞花了。除此之外啊，还能开启批量模式，进行产线的快速复制、移动，还有删除。那当然啦，被选中的产线啊，我们也可以选择把它保存为蓝图，那这样就可以随时复用了，还可以分享给其他的管理员，给他们展示一下你的精妙创意，或者是为手足无措的其他管理员指点迷津。那同样的，管理员当然也可以通过分享码获取别人的蓝图。那无论是自己遇到困难，还是想要研究学习自动化大脑的设计，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肯定是非常方便的。然后随着我们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啊，各种不同类型的蓝图都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而且不仅仅限于单个产线，你其实更能创造出各种规模非常大的一些大型产线进而极大的提升我们工厂建造的一些效率。蓝图不仅仅是一个效率工具，它也是工业制造的放大器。它让每位管理员的设计和优化成果能够被复制，并且这个智慧也可以被分享。我们现在就在设想着，管理员们相互交换蓝图的时候，把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的这么一个画面。对，那这种情景啊，可能也是作为游戏作者最开心的时刻之一了。对的，没错。而且，蓝图不仅仅是能够便捷帮助管理员的一个工具，以及帮助一些管理员，降低工厂上手的难度。我觉得啊，它很大的一个作用是能够帮助管理员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开始游玩工厂玩法。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更多的管理员，喜欢上这个玩法中最有魅力的部分，然后享受自己动手的乐趣和源源不断收获的一种满足感。那有了蓝图，接下来就是大规模的扩建工厂了。而当你的工厂越来越大，空间可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对的，那这时候大家就应该懂那种感觉，比方说，就我还能不能往这个地方再塞一个机器？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扩张管理的辅助机器人——集成管家。集成管家呢，可以帮助大家扩展可用场地，自动维护区域。更加厉害的是啊，我们还能使用它建设仓库的延长存储线，大大的提升效率。然后至于扩建时，其实需要花费一定的地区调度券，大家可以随着我们地区的建造，通过一些据点或者交易的方式进行获取。调度券除了用于让集成管家进行工厂扩建，还可以用于更多地区发展的一些事项上，比如进行地区物资相关的设备升级等等。这些设施会随着等级的提升，具有越来越多的功能，持续助力我们地区的发展。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的特色呢，也影响了当地的工业系统。就拿武陵来说啊，这儿水脉纵横，因此工业计划也大量设计液体，包括对液体的采集、运输、存储以及排放和使用。比如说在探索中啊，喷洒液体其实就能解开机关或者消除局部的一些侵蚀。更重要的是，液体还能参与各种产物的生产，像武陵工业中的特殊产物锡壤，就是需要清水作为原料之一，
可以在天有红炉中进行合成生产。吸氧是武林独有的科技啊，结合这项技术，衍生出了武林地区的工业变化，比如吸氧中继器和吸氧供电桩。那它们在放置时啊，就可以直接连接在一定距离内的用电设施，再也不用拉电线来牵引电力了。是的，是的，那可真是相当之方便了。在我们游戏中呢，有一种叫做仓库存取线的东西，大家可以把它看作是仓库的延伸。大家可以通过仓库存取线直接进行货物的收取与供货。但是在上次测试中呢，这个仓库存取线只能在特定的位置出现啊，稍有不便。在我们这次的优化中，有了红杉科技的加成，仓库存取线可以出现在许多自由的地方，让管理员的布局难度大大减小。那从单条产线啊到大规模自动化，从蓝图一键部署，再到集成管家的集中管理啊，再到各个地区的特色组件的加入，那集成工业系统啊就是这样逐层递进。有关集成工业系统的更多内容，希望大家之后在游戏内自行探索了。在探索和战斗之外，自然也有家的部分，那就不得不提管理员的家，远在天穹之上的周末地大本营地江号。地江号是周末地工业最重要的设施，也是整个指挥中枢所在的地方。这里同时还是很多干员生活起居和工作的场所。在全面测试中，大家可以扩大制造舱培养舱，还能使用更多开放了的舱室。来到地江号的中央环厅，便能遇见干员们。我们希望它是一个能承载管理员与干员交流与可视化成就感的空间。我将把它视作。我们能在此处呢，给干员们送礼，不同干员有着不同的回应，细节中藏着惊喜，大家可以多多尝试哦。就算是有点丑，我也会当宝贝收着。是送给我的，谢谢，我会把它放在保险箱里，妥善保管的。本次新增的会客室是一个相当炫酷与前卫的房间，同时它也是陈列管理员收藏与荣誉的场所。现在所见的墙面都可以用于布置探索过程中获得的时刻章、例会与武器等。我们期待着管理员把这些墙面全部布满装饰。同时，也可以通过本次开放的好友系统拜访其他管理员哦。此外，大家千万也不要错过这个房间，在此可以体验到我们全新的10项寻医活动。各位可以通过这个装置进入探索不同区域，完成系列任务，并从中寻宝，带回各种采集物与矿石，以此提升在其中探索时的能力，或者是兑换千金玉，也就是寻访货币。当然了，我们也仍在对这个玩法进行持续的优化中，也欢迎各位管理员给我们多多提反馈意见。此外，我们也了解到不少管理员很关注不同设备的体验。这次测试呢，我们除了 PC 端，我们还针对了手柄系统，还有移动端均进行了设备的适配和操作的优化。我们通过对移动端引擎优化，提升了动态细节的精细度和光影表现。比如这个大规模的工厂场景。另外，大家还可以体验到不同场景之间的丝滑切换，无缝加载。除此之外，为了方便大家在移动端能够更快的上手，本次还支持对移动端常用按键的位置、大小、透明度等进行自由调整。稳定，别挣扎。焚烧黑暗。刚才的表现还不错吧？连热身都算不上。
希望各位在体验时，无论是使用哪种设备，都能找到最舒适的操作体验。我们也会持续对移动端体验进行优化，因此大家在游玩的过程中遇到任何的性能问题或者 bug 什么的，还希望大家多多反馈了。接下来介绍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寻访相关的内容。先和各位说明一下，干员寻访和武库交易所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存在。想招募干员，前往寻访即可；而需要武器的话，就来武库交易所，一目了然。那么这次测试中啊，大家可以使用从活动任务奖励中领取到的，以及从付费购买得到的对应寻访凭证，在启程寻访、基础寻访和特许寻访里招募干员。其中部分干员会在特许寻访中出现，而且啊，其中启程寻访的寻访机会会完全通过大家游玩游戏时获得，并且在完成启程寻访后，大家一定可以获得一位游戏中最高星级的干员。在基础寻访和特许寻访中，大家在80次寻访内也一定会获得一位最高星级的干员。另外啊，在特许寻访中，我们还额外增加了一个特别机制。大家在120次寻访内一定会获得当期概率提升的干员，而特许寻访中概率提升的干员，在概率提升期结束后，还会在接下来的2次特许寻访中继续停留，之后才会退场。后续也会有复刻计划，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来进行规划，不用担心一时没赶上，没能获得自己心仪的干员。不过呢，本次全面测试并不涉及这种情况。后续我们也会在游戏内的公告进行详细说明。还记得刚刚先前所说的武库交易所吗？每次寻访获得干员的同时呢，还会额外获得武库配额，可以直接拿来兑换武器。如果重复获得干员的话呢，还能相应的获得其他种类的配额，可以在对应的配额兑换所进行物品兑换，一点都不会浪费哦。武库配额除了可以通过干员寻访额外获赠以外，也可以在每日的信用商店和部分礼包中获取。此外呢，还可以通过稍后介绍的协议通信证中获取。游戏中的武器获取有多种来源，既可以通过上述的武库配额进行武器申领获得武器，每次申领呢都可以获得10件武器，也可以通过武库配额直接购买部分5星、6星武器。同时，游戏内的其他玩法也有一些获得武器的机会。在保底机制上，武器申领同样有所保障。首先，每期申领时，最多4次申领必出游戏中最高星级的武器，最多8次申领必出当期概率提升的武器。此外，还有10次申领的里程碑奖励，会直接送你一个非概率提升的武器的自选箱武库赠礼。此后，每8次申领还会在概率提升武器和武库赠礼之间交替发放，稳稳有收获。而且随着后续版本的更新啊，我们也会不断的加入新的武器。所以说，无论大家是打算直奔心仪的概率提升武器，还是想要慢慢的收集各种强力武器，相信都不会空手而归，总能稳稳的拿到而有所收获。没错，不过等等，刚才提到了一个协议通行证，对吧？哎，那你提醒我了，协议通行证是管理员们可以通过游戏中的各种日常活动来累积的一个里程碑。哎，到达特定数量后就可以获得奖励。除了协议定制档位和免费获得的基础配给档位以外，比较特别的是啊，通过花费研制原石解锁的原石配给档位，也会奖励大家研制原石。如果大家能够顺利完成通行证的话，可以超额返还研制原石，以及获得其他的奖励，直接续杯。啊，积极参与日常活动的管理员们一定要多多关注哦。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还有很多没讲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自上次测试以来啊，真的做了非常多的东西，相信大家已经从前面的展示中看到了。但是时间有限，我还是说些大家更关心的事情吧，那就是测试时间的问题。那这次测试啊，什么时候才能玩到呢 ？Endfield。好的，本次测试将于2025年11月28日正式开启。结束时间则会在后续公告中公布。想要获得测试资格的管理员们，请前往官网填写招募问卷。完成问卷就是参与抽选的第一步。当资格发放后呢，我们会通过管理员报名时所使用的 Griefline 账号的邮箱进行通知。各位后续也可以通过官网的资格查询等相应的页面进行查询结果。本次测试支持 PC 端、iOS 端和安卓端。参与测试的管理员会获得相应端的登录权限，
使用同一账号可在 PC 端与移动端间实现数据互通。此外，这次是限量删档测试，测试结束时，服务器全部关闭后会清除所有的数据。届时呢，还请各位持续留意官方的信息了。说到周末地工业啊，我总能想到性格各异、想法天马行空的工程师们，比如一逢。而他最近在做一台特别有趣的扭蛋机，但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啊。我们邀请大家拉上身边的好友，前往电力满格的活动页面，一起来帮一逢完成这个有趣的小发明吧。参与还有机会获得全面测试资格等奖励。更多活动细节和最新动态，敬请关注明日方舟周末地的官方自媒体了。此外呢，还有一份将在72小时后传输完毕的塔维尔的加密通信，一起来解密吧。现在前往深空岛，可以与管理员一起组队，并且预约周末地，即可获得小队密钥和深空岛限定头像等奖励。使用小队密钥，在加密文件中找到与密钥对应的唯一正确坐标。小队全体成员即可获得测试资格。记住，需要比其他拥有相同密钥的管理员更快地找到正确坐标。集结出发吧！我们的全球预约里程碑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现在预约明日方舟周末地，就有机会拿到最多15张基础寻访凭证、5星干员骤雪以及其他丰厚奖励。不仅如此，全球范围内的官方社媒关注数突破500万的话，我们还会在全服送出5张基础寻访凭证和5星武器终点之声作为奖励。欢迎大家的预约和关注。那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今天呈现内容啊，只是全面测试中的一小部分。那时间有限啊，还有很多我们用心准备的细节、系统和玩法没能一一和大家分享。是的，接下来我们会陆续公开更多内容，也整理了一份研发通讯，列出了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各个游戏模块的优化和新增内容，将于明天在明日方舟周末地的官网及官端自媒体发布，敬请关注。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亲自走入游戏内去体验。那么在此感谢每一位的耐心等待和陪伴，也是你们的热情与建议激励着我们继续打磨和改进。是的，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加速制作，但是创作这样一个大型的、包含了大量前所未有体验的游戏啊，我们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希望每次测试都能够为管理员精心制作各种内容，为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同时啊，我们也放眼未来，为未来的游戏开发做好了充分的计划和准备。同时，我们认为大家对我们的认可也是对游戏最大的鼓励。对于我们做的如何，也希望大家能够友好的反馈与讨论。我们希望听到你的意见和感想，最终和我们一起把周末地做得更好，为每一位管理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塔维尔。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希望我们早日在塔维尔相见。拜拜。Metal Scar Radio, the only radio station where a fateful encounter beyond the reaches of the known galaxy bonds us together. Across the long night on Kalos 2, we search for ownerless waveforms and forgotten signals. The sounds of adventure at light speed, with more on the way. Here, the music truly never stops. Press into the sound, spread the love around.